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啊。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来带大家看老车，没有错，我最近呢有一点想拍多一点老车，就是那些经典好车，不是那种很贵的经典好车，可能 A186那种啊 ，RX7 那种，就感觉那个高度就有点太高了，没有那么接地气啊。今天我想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系列呢，我也不知道这个系列要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头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系列可以叫这个打不死的小强系列啊，因为其实马来西亚路上啊，真的是有很多旧车还在行驶，因为马来西亚呢不像其他国家有这个老车报废制度，所以我们的路上还可以看到有很多超过20年甚至更旧的一些车在路上走。那些车不好吗？其实那些车没有不好嘞，那些车是 OK 的，都在路上行驶。可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新车，所以这些比较老的车都会被我们忽略掉。被忽略掉的这些老车不一定是不好的车，懂吗？他们很有可能是一些很值得拿来讲一讲的一些车型。就像我今天要来讲的这辆车呢，它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然后它是一个手排档，然后它是一个1300cc， 它是来自 Toyota 的 Toyota Avanza。你们是不是每一次呢找不到我主持过或者我介绍过的一些车款很懊恼啊？你只要在放大镜那边写 Rider ATH 空格你想看的车款就可以找到了啦。假如你想看 Civic， 你就打 Rider ATH 空格 Civic； 假如你想看 MyV， 你就打 Rider ATH 空格 MyV， 就可以找到那些影片了啦。你想看洗车影片，也可以打 Rider ATH 空格洗车，就会跑出来了啦。那除此之外啊，我们的频道呢，每一次都会不定时为大家带来非常好看的严选产品啊，真的是我们真实用过，通过 Rider ATH 认证的这个好产品。那要怎样用最优惠的方式买呢？当你在看我们的影片的同时呢，只需要点下暂停键，在画面的左下角这边啊，就会 pop up 一个小格子，点击进去，它就会直接把你传送到 Shopee 那边去，放进你的购物车，还可以获得我们专属跟 YouTube 还有 Shopee、Lazada 联手送给你们的专属 voucher。身为马来西亚少数的 YouTube Shopping Star， 我们的专属 voucher 可以讲是折扣非常的够力。听完那么多好康，当然还是要回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啦。Let's go！ 帮我关门一下，摄影师。这辆 Toyota Avanza 是我跟亲戚借来的啦。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老款 Avanza，2000多年的车型，没有错的话，已经接近20年了，甚至更老一点啦。因为 Avanza 我没有记错，好像是从2003年还是2004年就开卖了。然后这辆车呢，可以看到以前的 Toyota 的车的设计啊，就比较 simple 啦，不像现在的 Toyota 走的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design。当年的 Avanza 长得就是比较安哥一点点啦，但是设计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各花入各眼啦。我是觉得这个 design 方面的东西我就不要评论太多，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打上来。车头灯方面是卤素灯泡，黄掉了啊，这个车壳。rim 方面啊是一个铁 rim 加上一个 plastic cover。因为它是一个低配版本的嘛，轮胎是185/70 14寸的铁 rim， 非常小尺寸哦。不过轮胎就很便宜啦，这个一条轮胎应该是100块，100多块这样子而已。4个门，7个座位，它是一台 7-seater 的车型。车尾部分这个 design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没有什么特别。马路上已经每天都可以看到了。尾箱盖，哇，这个尾箱盖竟然没有那个电磁阀或者任何一个把手让它打开的嘞，这个是新东西，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要再打开车门来拉，好像那种老款的 Saga 啊、干旧啊这样子。打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后一排，第3排椅子已经被放倒了啦，已经往上翻了，所以现在这个尾箱空间呢是被放大了，可以载很多东西啦。后排方面已经堆满了我们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空间其实还不错的，而且还有冷气出风口啊。还可以调整风速，在20年前有这样子的配置是很厉害的。前排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传统指针式的 speedometer， 没有什么特别。这个是它的方向盘，一个按键都没有，当然有 horn 的按钮啦。只不过当年这台车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入门啦，所以这辆车整台车都没有 airbag， 你在它的 dashboard 上面没有看到任何 airbag 的这个开口跟字样，包括 steering wheel 上面也没有 airbag。然后这个 player 是已经换掉过了的，以前
前的 player 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旁边方面有这个开口，做到不是很美。原本的 player 不是这样子的，冷气出风口有一点松了，因为旧了嘛。Dashboard 方面的颜色是这种有一点巧克力灰的颜色。整个 dashboard 都是 hard plastic， 然后很不错还有这个电子调节的 side mirror， 可以调动它的镜片啊，不过没有收折功能啊。冷气方面用传统旋钮式哦，这个冷气其实啊，刚才我们这样一路体验下来还是蛮不错的，还很冷一下。重点来了，这台车是一个5速手排车啊，看到吗？传统的手排排挡杆，还有一个传统的 handbrake， 哇！ Rear wheel drive 搭配手排，搭配传统 handbrake， 很多人的头脑就浮现了，可以拿去甩尾了，漂移了，对不对？我好像还没有看过有人拿 Avanza 来甩尾漂移啦。不过路上确实还有非常多的 Avanza， 1.3 的也很多，1.5 的也很多。价钱方面，你们都可以到各大的那种汽车买卖网站或者一些 apps 里面看，从几千块开始，这辆车的价格就是很便宜，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这样打不死的小强不是我讲的，而是一个修车老朋友跟我讲的。等下我们一边试驾来一边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辆车它在路上还有那么多，已经20年了的车型还可以有那么多在路上走，死不了。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试驾体验啦。Let's go！ 一辆10多年的老车啊，其实也没有很差。应该要讲的是 Toyota 啊，在大家的这个印象里面啊，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啊。不管是什么系列的车型，就连这种比较入门的 MPV， 它也是可以在10多年后啊，这辆车可能也不止10多年了吧，就还可以保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驾驶体验的。所谓的驾驶体验，不是它很豪华、很高贵，有 ambient light， 有很好的音响，不是，它就是好好的活着，你懂吗？它就是好好的让你可以去到你要去的地方。这个就是 Toyota 的老车它厉害的地方。现在我们走的是这种乡间小路啦，比较kampung road一点，路是小小条的，然后加一辆 manual 的车，直接就是给我回到10多年前、20年前刚考到 license 的时候驾那种小路练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当然在画面上可能你会看到我开这辆车的时候啊，有很多动作，你看啊。因为它是一辆1300cc 5速手排，现在已经很多人不会驾美诺车了。可是我跟你们讲，驾美诺车的时候，那种感觉啊，才是真正你在操控一辆车啊。你看，我有一辆 Tesla Model Y 嘛 ，Model Y 是一辆算是比较高科技、比较现代化的一辆 EV 电动车，它很好驾，它很好驾。可是有时候我感觉是那个车在驾我，不是我在驾那辆车嘞，因为它太聪明了，很多东西它会帮我处理好。所以当我驾习惯了那种比较高科技、比较先进的车过后，我驾回这种更加纯粹的车型的时候，我感觉到是我拿回我的这个掌控权了啊，你明白吗？就是我可以驾驭一辆车了，而不是被一辆车驾驭。现在我开在这个路上呢，也不是 highway 啦，就是一个比较可以加快一点点的路，但是因为这辆车它是一个1300cc， 它是一个低排量车嘛，而且它的这个 gear ratio 啊，我觉得是为了可以承载更多人的重量，因为这辆车是 7 seater 的，也有些公司啊，他们买这辆车来做货车的，拿来载香烟、载酒啊，我相信你们应该看过的。所以它的 gear ratio 应该是让它比较有那个扭力，所以这辆车再加快一点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引擎声浪是蛮大的啊。不过 OK 的，我觉得是 OK 的。除了那个引擎的声音比较大声一点点啊，我没有听到任何一点点那种歪怪怪的那种车脚的声音。一辆老车啊，可以有这样的表现，真的很难得啊。所以这辆 Avanza 哦，怪不得啊。以前我就有听过一个修车老朋友跟我讲，如果你想要买一辆打不死的小强的车型啊，就是你可以用很久，你不用烦它坏掉，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坏啦，你就可以载多人啊。只是它没有什么力啦，就买 Avanza 这个 Toyota 的品牌，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它的这个引擎啊是很耐用的，很少会坏掉，很少会停路边的啦。所以引擎方面我们就不用烦了。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车脚。OK， 虽然讲它是一个后轮驱动车啦，可能有些人对后轮驱动车有误解，就会觉得这种车很容易忘掉啊，还是这样。你不要加快啦，没有人叫你加 Avanza 去飙车啦。但是它的优点在于，因为它是一个后轮驱动车嘛，所以它的前轮只需要负责转向还有那个避震。像一般的前轮驱动车呢，我们的前轮啊要负责转向、避震，还有多一个东西就是驱动。所以前面的
dry shaft 也好，还是什么都好，比较有几率出毛病，因为它要做很多工作。好像我自己的前轮驱动车，以前的一些老车啊，就有发生过那种 dry shaft 响啦、出声音啦。这辆是直接前面没有 dry shaft， 你不用担心 dry shaft 响，它的结构是直接用一个 long shaft 去到后面驱动后轮，而且后轮是不需要做转向的动作的嘛，它前后轮的工作都已经被分开了，就是分工合作，所以坏的几率也比较少。这个是以前一个修车老板跟我讲的啦，所以那时候我就对 Avanza 这辆车非常有兴趣，我就觉得如果我想要买一辆可以载多人，然后可以出门旅行不用怕停路边，不用怕坏的这个引擎 VVTi 很耐的，这 Avanza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过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去驾过这辆车，我有驾过，可是不是那么长途的，而且我驾的是 auto 的。现在我驾了手排的哦，我真的觉得这辆车很好玩嘞，它不是那种很快的好玩，它就是让你有那种很纯粹的驾驶感，很纯粹的驾驶乐趣，然后它又可以完成很多你生活上的一些功能，就像刚才我讲的，它可以载7个人，你不载7个人的时候，你把后面椅子放倒，你可以用在5个人的情况下有一个很大的尾箱，或者你可以直接全部椅子放倒，你可以载很多东西，可以载货，而且这个1300cc 也省油啦，讲真的 1300cc 可以吃油到哪里去啊？其实它还有一个1500cc 版本啊，我们现在驾的是一个1300cc 版本，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很强的一台车，虽然它是一个老车，但是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这一点真的是要给那时候的 Toyota 一个赞。为什么不是给现在的 Toyota 一个赞？因为那时候这辆车的卖价其实不高的，而且如果你们现在要买这辆车啊，也没有很贵，价钱也是很适合入手的，所以没有什么好缺点好讲啦。当然如果要讲安全系数的东西啦，它没有 airbag， 这辆车没有 airbag 啊，你没听错啊，1粒都没有啊。当然那种什么 ADAS 啦、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啦，那些东西就不用想了啦。什么 Blind Spot Monitoring 啦，没有，完全不用想啊。那些东西是不存在当年的这个 Toyota， 但是现在的 Toyota 已经全方位的把这些安全系统的东西给好给满了。所以你看，其实 Avanza 这辆车虽然现在在 Toyota 好像它的名气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高，因为现在有 Veloz 这一台车。Veloz 这一台车跟 Avanza 其实是在最新款的情况下啦，不是这个啊，在最新款的情况下，好像我们去到印尼看到的 Veloz 跟看到的 Avanza， 还有 Malaysia 现在卖着 Alza， 其实都是姐妹车型，就是多胞胎姐妹车，都是一样的平台、一样的车款、一样的引擎动力配置。所以其实现在最新款的 Veloz 也可以讲它就是一个最新款的 Avanza， 不过它就没有当年这一种像我刚才讲的后轮驱动的这种优点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引擎也换成更加新款了，多 VVTi 用 DCVT 的变速箱。DCVT 变速箱我自己驾起来我不太喜欢啦，我还是比较喜欢 AT 的，或者以前的 Toyota 的 CVT， 或者 Manual。也是很好玩，也是很好驾。所以今天这一集 Avanza 的影片大概就先分享到这里啦。之后我们陆续还会为大家带来各种旧车这些经典好车的影片。你不能讲它旧了老了它就不好了嘛，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好的车。你看没有什么杂声的，踩 clutch 的时候有点声音，除此之外它的 clutch 的这个 biting point 也是很好，很容易驾，很好的一辆车。你们还想看什么样的这些旧车分享啊？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可以借到这些经典好车，我们就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这些内容啦。OK， 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你们也有一辆 Avanza 吗？还是你们的家里也有一台 Avanza？ 对于 Avanza 这一种老款 Avanza，有什么 comment， 有什么样的一些你们用下来的一些回忆，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我们一起讨论这台车。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丢下去。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